中东的战火还是烧到了欧洲，欧洲的军舰和战机纷纷派往了地中海。法国派出了唯一的核动力航母，英国向塞浦路斯增派了驱逐舰，德国承诺提供卫星情报，意大利甚至把压箱底的防空系统都搬了出来。表面看，这是近年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武力展示，实际上也是对欧洲防务能力的一次全方位检视。一些致命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。他们的武器库还剩多少弹药？原本该给乌克兰的援助还能到位吗？喊着要战略自主的欧洲究竟还行不行？原本欧洲也可以和其他国家一样，只需要围观这场战事即可。然而事与愿违，伊朗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，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了几个欧洲国家在中东的军事设施。3月1日，法国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海军基地被无人机直接击中，机库受损。德军在伊拉克北部和约旦东部的营地也遭到波及。紧接着，3月2日凌晨，一架无人机划破塞浦路斯的夜空，撞向了英国驻军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，基地被迫启动最高级别防护措施。这是伊朗首次直接攻击欧盟成员国领土。尽管塞浦路斯在地理上属于亚洲，但它2004年就加入了欧盟，用的是欧元，是正儿八经的欧盟国家。当天，英法德3国紧急发表联合声明，措辞罕见的严厉，谴责伊朗的无差别袭击。这场袭击如同导火索一般，彻底点燃了欧洲深埋在骨子里的恐惧。长久以来，欧洲的根本弱点就是对化石燃料的依赖。只要还在从不稳定地区进口能源，就永远摆脱不了这种脆弱。欧洲对能源危机的 PTSD 实在是太深了。2022年乌俄战争那一波，天然气价格飙成了什么鬼样子，大家也都知道。这次中东一开打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运输直接受到威胁，全球1/5的海上石油出口被卡脖子。3月2日，卡塔尔能源公司宣布暂停液化天然气生产，因为设施遭到了无人机袭击。当天，欧洲天然气价格直接飙涨50%，创下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。于是情况彻底变了，欧洲直接被伊朗从观众席拉入了内场，一场浩浩荡荡的军事动员开始了。动作最快的是法国，作为欧盟唯一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，马克龙可不想错过这个秀肌肉的机会。3月1日，也就是阿布扎比基地遇袭的当天，巴黎就做出了决定，法国唯一一艘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立刻掉头，全速驶向地中海，随行的还有2栖攻击舰通纳尔号以及近10艘各类护卫舰。法国军方自己透露，这次拉出来的作战力量占了整个法国海军战斗舰队的60%以上。至于阿布扎比基地，还把常驻的阵风战机数量翻了1倍，增加到12架。马克龙的理由很直接，法国在中东有超过40万公民，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多，得保住他们。3月15日，法国外交部再次强调，戴高乐号将留在东地中海，不会听美国调遣去霍尔木兹海峡。巴黎的意思很明确，我出兵，但我不听你指挥。英国的动作也不慢。3月2日，塞浦路斯基地挨了无人机，随后首相斯塔默就宣布，皇家海军45型防空驱逐舰龙号准备启程，同时增派配备反无人机技术的直升机。龙号被英国国防部称为全球防空能力最先进的战舰之一，10秒内能发射8枚导弹。此外，英国还往卡塔尔增派了4架台风战机。相比英法的高调，意大利选择了相对低调的介入。总理梅洛尼3月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意大利计划同英法德一起向海湾国家提供防御性质的军事援助，主要涉及防空领域。随后在3月11日，梅洛尼再次表态，意大利没有参与，也不打算参与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。不过，意大利已经向塞浦路斯派遣了一艘海军舰艇，这是欧洲团结的义务。此外，意大利还将为海湾国家提供防御装备，包括毒刺导弹和反无人机武器。西班牙的态度最拧巴，国防部3月5日宣布，将派遣哥伦布号护卫舰前往塞浦路斯。这艘护卫舰于3月3日已加入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编队，执行护航和训练任务。但国防大臣罗弗莱斯特意强调，派遣军事力量执行防御性任务和进攻性任务是2回事。这场军事动员看似声势浩大，但把镜头拉近了看，细节却有些尴尬。原本各方立场就不算统一，部署时还出了各种问题。英国贡献了最尴尬的一幕：3月2日宣布龙号启程，到3月10日才从普斯茅斯启程。塞浦路斯基地被袭后整整1周，驱逐舰还在港口补导弹。这延迟的1周，在英国国内炸了锅。反对党抓住这点猛攻，说政府反应太慢，战备状态堪忧。连保守派媒体都忍不住嘲讽：伊朗的无人机只需要飞几分钟，英国的军舰却要准备1整周。更尴尬的是，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随后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，英国对中东防控的贡献，在美以遏制伊朗的整体努力中，充其量只是几根针刺，根本不够看。说白了，英国武装力量这些年被削得太狠，实际能拿出手的东西已经没多少了。法国则是有些捉襟见肘，一口气拉出60%的海军，确实威风，但代价是什么？要知道，戴高乐号原本是前往北欧参与猎户座16演习的，现在紧急掉头，北约在波罗的海对俄罗斯的威慑任务，法国直接缺席。明眼人都看得出，这就是拆东墙补西墙。意大利几乎是倾尽全力支持盟友，
3月5日，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紧急召集了100多名军工界官员开会，要求他们抽干所有资源，支援海湾国家。什么叫抽干？就是连压箱底的东西都得掏出来。他们还被盟友追着要装备，科威特、阿联酋、卡塔尔、巴林这4个国家点名要 SAMPT 防空系统。问题是帮了别人，自己还剩多少？意大利总共只有3套现役 SAMPT， 其中1套原本部署在波罗的海，盯着俄罗斯的动向。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天天担心普京哪天打过来，意大利把这套系统抽走，等于把东欧的防空网撕了个口子。参议员卡伦达直接跟媒体摊牌，意大利现在只剩1套 SAMPT 还留在本土，而整个国家1年只能生产约200枚拦截导弹，这些装备保卫意大利可能都有问题。为此，意大利直接将本国防空级别拉到了最高。这些都是表面问题，这场危机真正体现出来的是欧洲防务长达80年的老毛病。伦敦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分析师阿诺德在3月14日接受采访时说了句大实话：欧洲军事能力的差距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做过工作，现在被发现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欧洲这80年长期依靠美国的军事部署，所以冷战结束后，欧洲各国拿着和平红利，把军费一削再削，拿来发展经济。现在全球格局有所变化，美国要收手了，欧洲角色转变，需要承担更多责任，能力要求也变高了。但过去几十年省下来的钱，如今却要用几倍的代价补回去。根据 IRSS 今年2月发布的2026年军事平衡报告，尽管欧盟军费在2025年增长了 12.6%， 达到5629亿美元，但能力缺口依然巨大，尤其是在一体化情报监视、战略空运、导弹防御这些关键领域，欧洲仍然高度依赖美国。据国际战略研究所估算，如果欧洲想彻底替换目前美国部署在欧洲的军事装备和人员，至少要花1万亿美元。而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独立，专家普遍认为至少需要10年。再看产能，欧洲不是没钱，是真的造不出来。按《华尔街日报》1月的报道，欧洲最大导弹制造商 MBDA 的产能虽然已经翻了4倍，但每月也就40枚，这点数量很难弥补高强度的军事消耗。德国莱茵金属年产150万发155毫米炮弹，确实超过了美国。但问题是，现代战争消耗的不只是炮弹，还有各类防空导弹。欧洲在155毫米炮弹生产领域确实存在一定优势。但造不出足够多的爱国者拦截弹，造不出俄罗斯那种天竺葵2无人机。意大利的1年200枚拦截弹，放到整个欧洲层面，就是最真实的写照，也是整个欧洲军工体系急需发展的方向。更深层的问题是体制，欧洲自己的制度捆住了自己的手。欧盟有个条约第346条，允许成员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绕过欧盟采购规则，初衷是为了保护主权，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不足。根据欧洲议会研究服务处的数据，只有 9% 的国防合同是给其他欧盟供应商的，各国都优先照顾自家企业，搞得市场碎成一地。结果是同样的需求，美国可能只造1、2种型号，欧洲能造出10几个型号来，坦克、飞机、军舰都是如此。这样一算，成本怎么可能下得来？除此之外，欧洲在军事创新方面的投入也不足。罗兰贝格咨询公司2月底发布了一份报告，标题就叫《创新能力不足和官僚主义威胁欧洲战略自主》。报告里列了一组扎眼的数据，欧盟只把 GDP 的 0.03% 用于军事创新，美国是多少？ 0.37%， 差了10几倍。欧洲的研发周期动辄几十年，采购流程僵化，国防初创企业根本活不下来。报告里有个词叫死亡谷，很多前沿技术卡在研发和大规模生产之间，因为缺乏制度支持和灵活的采购机制，难以实现量产。报告还特意对比了以色列和乌克兰这2个国家的军队，产业界和初创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协作，装备迭代周期从年缩短到了周。以色列的玩法是短周期、小团队、持续测试，失败了就当交学费。乌克兰更狠，为了活命，从构思到战场部署的迭代快到难以想象。反观欧洲，采购体系的核心目标是最大限度降低风险，对实验探索容忍度极低。直白点说，就是稳定时期设计的体制跟不上现代战争的节奏。细数下来，欧洲这些问题不能归因为无能，这是欧洲长久以来依赖的结果。2战结束到现在，欧洲一直活在美国的安全伞下，美国在欧洲驻军，提供核保护伞，承担最累的活，欧洲人只需要在旁边搭把手就行。现在突然换剧本，让辅助来主攻，特朗普天天骂，逼着欧洲涨军费，但涨了又怎样？钱花出去了，产能不是一天建起来的，供应链不是一天能换的，人才不是一天能培养出来的。这场中东的战火，说到底就是一场对欧洲军事实力的压力测试。测试结果显而易见，欧洲想保护能源安全就得出兵，一出兵就暴露家底，一暴露家底就发现自己更离不开美国。现在的欧洲就处在转型的阵痛期，但转型需要时间和耐心，未来的路只有一条，咬牙把钱砸下去，把产能提起来，把各自为政的采购体系打破，真正学着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。
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欧洲还能靠自己发展起来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